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咱们继续 FC 平台的冒险岛2代。上一期呢，咱们攻略了前4章，本期继续攻略后面的4个岛屿。第5个岛屿是最后一个存在跳关的关卡的地方，后面的6、7、8、3关都需要打。第5关可以打2个小关，这是最短的路线了。那如果最长的路线起码要打10关左右，所以说这个流程长度大家就可以权衡一下，把这8个世界都打完真的需要1个多小时、2个小时。好，第5关第1个蛋随便选，第2个蛋的话需要选第1个才能进入到有跳关地方的关卡。这个游戏的选关的秘密就藏在恐龙蛋里。其实不止选关的秘密藏在恐龙蛋里，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也藏在恐龙蛋里，这个到最后的时候会给大家展示。可以看出来第1小关和第2小关的风格完全就不一样。那1代的话大家也都知道，每一个大关是4个小关组成。第1小关、第2小关、第3小关和第4小关风格就是完全一样的，重复性非常的高，所以说2代的进步真的是肉眼可见。但是非常可惜啊，2代也删除了一个东西，就是强力的攻击。3代呢有回旋镖，1代的时候有火，但2代就没有，只有个破斧子。好，第2个蛋只能选第1个，所以第5关如果想记得简单一点，就所有的蛋你都选第1个就完事儿。这里就有跳关的地方了，下面是岩浆。因为咱们打的是最短路线，而且有一些隐藏我也没拿，所以说第1个黑桃龙咱们没有拿到。这个地方长城翼龙，这样可以直接飞到第6个岛。第6个岛看起来云比较多，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决定不拿龙。把滑板废掉了。这里出现了一个敌人蜻蜓，蜻蜓能咬死人，不知道是什么原理。那蜻蜓的话是这样，你跳起来去撞它，你肯定会撞到的，对吧？但是蜻蜓的行动轨迹其实是有一点像，咱们拿到了翼龙，蜻蜓的移动轨迹有一点像4代的蚊子。那是蚊子还是蜻蜓来着？就是它呢飞过来，它不是撞你的，它是封住你头上的区域。所以说你横着走的话，它对你是没有威胁的，你不要跳，它会跟在你脑后的，是这样一个怪。第6关的最短的路线呢，前3个是固定的，这个选什么都一样，然后后边3个呢要都选1号蛋。水关了，要把翼龙卸下去。第6关最长的长度大概是9关，但是如果你走最短路线也得打6关，那后面的流程就都比较长了。这里可以游得低一点，从下面走。水关的话，全程我记得只有1关比较难，其他的地方还是比较简单的。但是水关我并不使用水龙，因为骑上水龙之后目标太大了，走这些空隙的时候就显得很费劲。那水龙的优点呢，也就是速度方面有一点优势，而且呢它不怕泡泡。但是本作的水关里边并没有几个泡泡，而且泡泡也不致命，它只是把你困在里边。如果你体力充足呢，也不用怕。前3个既然是选哪个都一样，咱们也是都选第1个了。
大家就记住第5关、第6关、第7关，所有你都选第1个就完事儿了。这关其实不应该用翼龙，但是给大家演示一下的，就是当卷轴这个纵向的卷轴受限的时候，你使用翼龙其实非常吃亏的，体力得到保证，而且地面的敌人基本上也可以够到你。前面还不断的出这种乌鸦，非常的难受。下边的这个小章鱼啊，跳起来都能撞到龙。飞起来呢，你不能全力的冲刺，你会错过一些水果，导致体力更就不够了，而且呢，非常容易撞到这种乌鸦。这个龙可能是最脆的翼龙了，乌鸦啊、青蛙啊、章鱼啊都不能撞。好，这一关就算飞过来了吧。第6关如果想走最短路线的话，第6关也是这8关里面最长。这里贴边飞，3代的时候有一关恐龙骨架那关可以这样飞。虽然它这回呢卷轴不受限了，但是呢前方会在你正前方刷这种云，也会撞到你，所以说没必要飞得太高，在下面离水果近一点。好，过关。每小关的关卡流程不长。这回把翼龙卸下来了啊！咱们用冰龙，冰龙可以很好的解决这种带壳的怪的问题啊！一下可以把它崩死，崩出一瓶牛奶。这关主要考验你的跳跃。如果用斧子砍这个怪呢，它一下子就缩到壳里，达不到消灭的目的。等一下节奏，冰龙其实有一个算不上缺点吧，就是它的脚特别滑，加速跑的时候非常难收住，所以对关卡背板背的不熟的话，还是尽量少一点冲。烫脚，地面烫脚。这个岛叫做浮云岛，来到了山洞。这个山洞用飞龙是最简便的，但其实这关并不难。不用飞龙呢，跳起来会麻烦一点，但并不难。有个牛奶咱们要吃啊，这个体力就够了。吃完它之后溜边儿。过关。这里仍然要选第1个蛋。BOSS 战的关卡了。BOSS 看起来是一只鹰，这里是一个纵向卷轴。这个卷轴也是本作新出现的关卡。肉。好，体力补满了，可以浪了。到地方了，这里就过关了。
打 BOSS 的话，龙是能帮上忙的，但是呢，你不能控制它，不像3代你是骑着龙打架的。2代打 BOSS 呢是从楼上下来，这个 BOSS 极简单。完事儿了。虽然简单，但是呢，作战的思想也是尽量的输出，不要夜长梦多。好，来到了第7个岛。第7个岛也有8关，火山岛。起码呢，咱们也要打4关。这里又选择了翼龙，因为这关的跳跃元素也比较多啊。这个小章鱼蹦的还是很高啊。菠萝、葡萄，游戏而已，没必要深究当时有没有菠萝和葡萄啊。而且你也不要问为什么它挂在空中。算了，错过1、2个还是可以忍受的。毕竟翼龙飞得比较快，如果你感觉剩2个体力了，你就一个加速冲过去，哪怕把龙撞碎了，你也要过关，对吧？普通的小伙伴打到这的时候，可能都8、9个翼龙了吧。如果前面尽力收集的话，后面的关卡其实资源不多了。刚刚的蛋随便选，这家伙又颤抖了半天，然后来一发。不怕，咱们慢慢走。你蜻蜓可以照顾一下，不照顾呢你就往前走就行了，它就停在你脑后了，无所谓。对，就像这种啊，它就停在你上面了。只要你不跳就没事儿，但是你跳一下子就把龙撞没了。小心一点。刚才这脚我感觉差一点没刹住。第7关也是都选第1个吧，就省着记了。这里把龙卸下来了，因为这关给龙。第7关开始，游戏你会感觉到一点难度了，但这个难度和1代啊相比还是弱一点。步步为营的话，其实也没多难。考跳跃的地方比较多，注意这个骨头做的平台。2个青蛙都崩死。这小时候曾经试验过，就是火堆，想用冰龙把火堆给崩灭，发现崩不了。小的时候觉得不合理啊，这一吹不就灭了吗？现在知道了，你这气体啊，是吧？它是可燃气体，所以你是崩不灭的，没有封住火势就不错了。这里也是跳跃，而且有这种甲壳类的怪物，所以说呢，还是选择了冰龙。这种程度的跳跃，哎呀，真是小意思了，对吧？FC 游戏就是这样，就很多游戏都是，尤其是这种横版的动作游戏，考跳跃的太多了，基本上都要考。跳跃的时机、按键的力度等等。
好，来到 BOSS 出了。这关有难点，这关的难点在于2点，第一点是体力，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火山爆发。第一个火山呢，你可以通过节奏冲过来，那后面呢，你每次玩到的时候节奏不太一样。这个要怎么办呢？这个地方是一个安全位，对，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，就是地面的火山2个是安全位。刚刚这个地方是一个铁子怪，对，就吸你体力的那种。所以说，这关的难点在于体力和火山，算是从第1关到第7关最难的关卡。但只要把那个茄子怪避开，然后火山的节奏掌握对就完事儿了。好，打 BOSS。BOSS 的话就这2个刷新点，对，他像龙打子弹你就尽量的输出像你打子弹你就赶紧跳。红了，已经红了。这是个蝎子还是小龙虾呢？好，打完，他的子弹过来，我已经决定落下来回头再跳一下躲了，结果他已经挂了。来到了游戏最后一个岛屿，第8个世界，恐龙岛。恐龙岛作为最后一个世界，怎么说呢？流程太长了。如果你每一关都打的话，要打14关左右。出现了新类型的敌人，这个企鹅呢，最开始遇到会比较难，它每次跺脚，天上会掉下来3个冰块来打你。你如果冲得比较快，非常容易撞到最后一个。但是呢，它是有节奏的，就是它跺脚那一下，会在你头上正中间的位置下来一个冰块，然后左右各一个。这样你就等它跺脚那一下之后，往前走1步都能躲开。那还是观察规律，总结方法。第8关如果短一点打的话不长，咱们选4次弹就可以了。第8关呢有3种路线都比较短，选弹的时候呢2133、2323、2332这3种选择都会比较短。咱们就来2133了。如果每一步选的都是最长的那个弹，那要打14关左右。这个14关简直了，有一点短的关卡2关都没有它长。这是第8关的水关，这个水关你会感觉到一点难度。出门的那个家伙呢，就给你一个下马威，掌握不好节奏，他的子弹会把你的进来的路线全部封死。这就是一个难点。一个斧子这个要吃。远处可以看见沉船。咱们也不知道远古时代为什么会有沉船的存在，而且那么大，看起来很大呀。过关了。2133，这个要记着点。这里又选个龙，冰龙咱们捡的比较多，所以说常用一用万一挂了1、2个也不心疼。蓝色的花，后边会出怪了。我的天，脸都被熏蓝了。上面应该有一个龙可以拿，水龙。然后也有斧子，其实拿斧子也可以，拿龙也可以，还是拿龙吧。龙咱们收集的太少。
这龙在地面就感觉没什么太大优势。稳一点。很多蛋其实是藏在怪身上的，乌鸦等等。哦，这一下如果没打完它，我就决定回身去创那个火堆了。第3个蛋，奖命。咱们多少条命了？我看一下。好，再选一个3号蛋就完事儿了。这里同样，咱们裸泳，不拿龙。这个水关也不简单。哦，就这个怪，看它的位置啊，它完全把那个地方可以给你封死掉，所以你要通过走位来控制它子弹的方向，找到一个间隙，然后过来。这个地方呢，看起来这2个在一起移动，那其实咱们可以只躲这一个就行，不躲横向那个，但是要控制好你游泳的高度。这个游泳高度其实还是好控制的，按住单发就可以，它就一直往上游，幅度也不大。哦，没有体力了，剩2格了，幸亏有肉。这个泡泡可以钻一下，咱们一直都没钻过呢，钻一个，它会控制住你一段时间，这样实际上是消耗你的体力而已，并不是秒杀掉的。水下的刺非常的密。鸣人的硬度啊，相当于洛克人面对尖刺的硬度。又一个斧子，咱们斧子太多了。1000分，好，这是最后一次选蛋了。那之前我也提过，除了选关秘籍之外，还有其他的重要东西隐藏在蛋里。过了这关，咱们就可以看见。来一个龙，上面是水滴吗？为什么这种看起来像岩浆一样的地形？其实这个地形烫不到你，它就是地面，只不过做的动图。哦，上面有新类型的敌人了，地上是蛆吗？啊，我的天！我的龙啊！啊，太可惜了，这可是我第一次啊！好吧，最后一关了，无所谓了，对吧？再说这里是水，龙可能下不了这个水。刚才吃了一个大肉，所以说体力方面不用着急，慢慢来。敌人突然出现了蛆，清完再走，不急。好，最终 BOSS 出现蛆呢，就暗示 BOSS 是一个什么玩意儿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现在看呢，它是一个大虫子，但一会儿它是会变身的。现在是一个茧的状态。好，打爆。那它会变身的，不会变身的最终 BOSS 没资格叫做最终 BOSS， 变成一个大苍蝇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前面的关卡里会看见蛆了。五谷虫，裹上面粉油炸，隔壁老八都馋哭了。哦，真的抗打，他刷新的地方就比较多了，4个地方，你要追着他打。同时呢，要保证自己不被他的子弹打到，不被下面的尖刺扎到，不被上面的水滴滴到，狡猾也要小心。好，打爆，这样通关。那通关同样目的是为了救出
鸣人的女友蒂娜。哎呀，我说鸣人总想起火影啊。好，蒂娜竟然藏在了蛋里啊！所以为什么叫蒂娜呢？不如叫诞生。完结撒花了。鸣人的手看起来不太自然啊，这剔图做的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 FC 平台的冒险岛2代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这次流程呢是一个最短流程，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再录制长的吧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